战运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笑死我了。什么消息能让你笑死？你可得保重身体啊！你老婆肚里揣着你的玩呢。去你的！你是咒我吗？我会长命百岁的，跟我家小军白头到老，一起活到100岁。不，我要活到100多岁，我比他大几岁呢。你真是贪心，我觉得能活到90岁就可以了，长命100岁的人还是很少的。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，你猜是什么消息？你都说了，是能让你笑死的消息，你就不能猜一猜？无聊，我不猜，你爱说不说。战浩宇，我是说你家老三居然去追求乔家的大少爷，乔氏集团的总裁，就是乔董的大公子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乔董一家4口都过来喝了喜酒的，我记得你们好像是坐在一张桌子的吧？老三怎么追求乔大少爷了？给乔总送了一大束玫瑰花，听说乔总刚好在开会的，浩宇就在门口等着乔总，等了很长时间，等到乔总开完会出来，战浩宇就送他花束，可把乔氏集团那些高层管理吓到了。当时那情景，我听他们描述着都觉得好笑，我都不知道浩宇竟然喜欢男人，还好我跟他这么熟，他没有祸害我，现在想想我都后怕呀。话说，战奶奶给他挑的妻子人选，不是，我忘了，只顾着看笑话，原来我才是被笑话的那个。苏南，我发觉你结婚后智商都跟着掉了一个层次。你老婆怀孕，可以说一孕傻3年，你又没有怀孕，也跟着掉智商。我老婆才没有变傻呢，我也不傻，是那个乔大少爷扮男人扮得太像了，而且时间又长。你去江城打听打听，谁知道乔涵是女人的？连他们乔家的亲戚都以为乔涵是男人，大家都习惯了乔涵是个男人。我一时间也忘了，浩宇这是顶着同性恋的名声也要追妻，我佩服。是不是同性恋？浩宇很清楚他自己的事，他这样做是最直接的办法，不用费那么多时间和心思去拆穿乔涵的女人身份。乔涵是男是女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。就算他打小女扮男装，扮了20几年的男人，但他并没有做变性手术，扮一辈子的男人都改变不了他是女人的事实。浩宇这样做，他抵挡不住，会恢复女人身份，抵挡住，浩宇也有办法让他承认是女人。你们的爱情之路真热闹，有风有雨的，不像我的，一点风雨也没有。少在这里凡尔赛了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和沈小姐一帆风顺呢。难道你想有几个情敌？你真想拥有几个情敌的话，我不介意帮沈小姐介绍几个优质男认识认识。虽说沈小姐嫁了你，她和我家彤彤一样，是越来越有女人韵味，魅力越来越强大，走在大街上回头率高达99%的，我想还是很吸引男人的眼球的。好，我是凡尔赛，我感激老天爷对我的厚爱，让我和小军这一路走来顺风顺雨的。战运，你千万别给小军介绍优质男呀，我不想要情敌，真不想要。逗你的，瞧你那紧张的样子。战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浩宇会这样做的？你是一点都不吃惊的。说你智商掉线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都跟你说了浩宇这样做的原因，你还问我这个白痴的问题。浩宇问过奕晨，也打过电话给我，当时是彤彤接听的。彤彤和奕晨都建议他直接追求乔总，不用花心思去拆穿乔总的女人身份，只要相信我奶奶不会坑他就行。浩宇要是向我请教，我肯定也和奕晨一样的想法，让他直接行动起来。乔总扮了20几年的男人，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拆穿他女人身份的？詹奶奶给的时间是1年为限，浩宇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。智商回来了，真想去江城吃瓜。你在馆城也能第一时间吃到瓜，浩宇给乔总送花也就是1个小时前的事，你都吃到了热乎乎的瓜，还需要跑到江城去吗？虽然我在宛城也能吃到热乎乎的瓜，不过还是在江城吃瓜更热乎。还有20分钟就下班了。下班就下班呗，下班我就去陪我老婆吃饭。对了，有这么热乎的瓜，我得端去给我老婆吃，我老婆最喜欢吃瓜的了。战运，不怕你笑我，我总是怀疑我家小军是为了吃到第一手瓜才会嫁给我的。你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才不是呢，小军肯定是因为我这个人优秀，我对他好，我们性格相投，他爱上我了，我们才会在一起的，可不是为了吃瓜有个伴。当然了，有伴吃瓜也很爽。我申请提前20分钟下班，我要回去陪老婆吃饭，现在路上容易堵，等我到家后刚好可以吃饭。苏南说完起身就走，天天都是迟到早退，以前那个敬业的苏南哪里去了？以前你不也是天天迟到早退，一点都不敬业，我都是跟你学的。况且这是战氏集团，是你战家的公司，可不姓苏。你现在这么敬业，那是因为你老婆不在家，你老婆要是在家里，你跑得比我还快。滚吧你，有老婆了不起啊，当谁没老婆似的。有老婆就是了不起。苏南得意的走。乔总，中午有个饭局。我知道了。秘书在提醒他中午有个饭局后，并没有转身出去。还有什么事？乔总，战总他怎么了？战总没有离开。难道他在公司门口守着？我接到保卫科打来的内线电话，
战总非但没有离开，还叫人送来了很多很多的花。他在公司门口用那些花拼字呢，拼的字是乔涵，我要追求你。马上通知安保部门，所有人出去帮我把那些花都清理干净。乔总，战总叫来了很多人的，怕是不好把他的花毁了。很多路过的人都在拍照。不管他带了多少人过来，去把花还给我砸了。秘书连忙应着走了出去，同时乔涵也打电话给弟弟。乔轩，你马上来公司。战浩宇那个混蛋刚才并没有离开，他竟然叫人送来了很多的花，还在公司门口摆下了花海，用花拼着字。哥，我刚到公司门口，战浩宇的确是用了很多很多的玫瑰花拼成了一行字，那行字是乔涵，我要追求你。哥，战浩宇跟你来真的。那个混蛋！乔涵挂了电话。战总若是喜欢男人，不如来追求我，我觉得我更适合战总。我哥是个正常的男人，不会喜欢战总的。有新鲜的味道，乔二少爷是很帅，不过跟你哥比起来，还是少了点味道。我身上少了哪种味道？战总说一声，我看看能不能解决。我哥这个人很严肃，开不起这样的玩笑。战总需要这个绯闻来解决你的问题的话，尽管找我，我奉陪到底。就放过我哥吧，我知道战总是故意的。战总这样做，无非是想让人误会你是同性恋，然后你家长辈就不会再催你婚。你奶奶给你选好的人选，你不去追求，你奶奶也还认你这个孙子，这倒是一个破解的办法，就是有点损你自己就算了，还损别人。你要损别人，我也不管，但你损了我大哥，这就是战总的不是了。战总要损，应该损我呀。正好我也被我爸妈念叨着快30岁的人了，还没有固定的女友，日念夜念，我被念的都不敢回家了。我哥偶尔会被念叨，他比我情况要好很多的，因为他工作太忙。乔二少爷真是个聪明人，不过我还是喜欢乔总多一点，乔总有味道，乔二少爷适合当我的小舅子。战浩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此时乔涵出来了。我送你一束花，你不收，你不知道我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敢给你送上一束花，你看都不看就拒绝了。我想可能是花不够多，你嫌弃，就给你安排了一片花海。乔涵，这么多的花，你满意了吗？战总，我是个男人，我喜欢的只会是女人，不是男人。谢谢你的厚爱，但还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小弟我。我知道乔总是个男人，但不妨碍我追求乔总，我追求我的，乔总接不接受是乔总的事，我觉得这两者没有冲突。乔总下班了吧？我请你吃饭，赏脸不？对不起，我中午有个饭局，没空。没事，乔总今天没空，以后总会有空的。我天天来请乔总吃饭，天天在乔总的公司门口摆下花海，直到乔总答应和我一起吃饭为止。保安，把这些花都给我扔到垃圾桶去。秘书，联系江城那些花店的老板，以后谁都不能卖花给战浩宇，谁卖花给他，就是跟我乔涵过不去。乔总，你这样也太霸道了点儿。他们开花店的，一年到头也赚不了2个钱，难得遇到我这样的大客户，能赚点钱，你却不让他们卖花给我，那是断人财路呀！这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，小心别人在背后诅咒你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好吧，我不管，你开心就好。战浩宇目的达到了，示意自己的人不用再拦着，任由乔涵的人把那些花全都清理掉。哥，我刚才问过战浩宇了，战浩宇也承认他是利用你来逃避长辈的催婚。他说的话你信？按我对他的调查以及我们掌控到的信息，我是信他的。不信他，难道他真是同性恋？就算他真是同性恋，也不会在见过哥几次后就公开追求哥呀。乔轩，你去宛城一趟，打探一下战浩宇未婚妻人选到底是谁。哥，你是想多了，那绝对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呀？哥很少去宛城，也就是苏总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过去喝了喜酒。哥忘了，战老夫人是年初的时候就把相片给了战浩宇的。哥第一次见到老夫人是什么时候？时间上是对不上的。他需要制造这样的话题，也不用千里迢迢跑到江城来，更不必选择我。我和他也不算熟，他这样做，他家里的长辈是不会相信他的。好吧，哥，我帮你去打听打听，不过未必能打听到的。战老太太把相片给了战浩宇，战浩宇没有说出来，外界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未婚妻是谁，听说连他的父母都不知情。战大少爷必定知道的，战浩宇兄弟几个很敬重战印，万事以战印为尊，有什么事也会和战印说，他们不一定会告诉父母，但一定会告诉战印。战印的嘴巴很牢，怕是不好打听到，你可以从大少奶奶的嘴里套套话。海童是战印的心尖虫，战印知道的事，海童基本上也是知道的。战老夫人和大少奶奶不是去旅游了吗？现在怕是不好找她。又不是让你一天时间就搞清楚，你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行。当然了，
能尽快打听到最好。若是打听不到呢？那就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。哥，要不你向战大少爷告一状，让战大少爷管一管战浩宇。我想战大少爷若是知道战浩宇这样对你，他也会着急的。当大哥的，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弟弟追求一个男人。若是我去追求一个男人，想来大哥也会管着我，苦口婆心的劝着我要喜欢女人的。你若是喜欢男人，太阳都能从西边升起来。哥晚上要出席宴会，你陪着哥一起去。凤晴也会出席宴会。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对那个凤晴真没兴趣。那种扮猪吃老虎的女人，心眼儿多，我斗不过他们。你也知道，你弟弟我是个直来直往的人，最不喜欢耍心机了。我对凤晴很有好感，她比你那些红颜知己好多了。哥，你就我一个弟弟呢，你舍得你弟弟当上门女婿，舍得你弟弟以后被一个女人管得死死的，生个女儿都不能跟我姓乔，有什么意思？乔寒一夜，他们乔家只有弟弟一个儿子，他在心里惋惜不已。十几分钟后，车停了。大少爷，战总在酒店门口等着，他还抱着一束花。我们走的时候，他还在公司门口，怎么跑得比我们还快？战总估计是抄近路了。那你怎么不抄近路？司机一夜，他又不知道战总竟然会追过来，还抢了个先。江总在酒店里等着我了，我没时间和战浩宇纠缠，你帮我搞定他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帮你缠着他，不让他去缠着你。浩宇，你给我买了花束是吧？这束花真是漂亮。他伸手就想从战浩宇的手里抢过那束花，战浩宇身子一偏，避开了他，巧妙地滑到了乔寒的面前。乔总，你一直没有收下我送给你的花束，你现在收下这束花，下午我就不纠缠你了。你让江城花店的人都不卖花给我，我得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大管家，让他给我安排一下，帮我空运一批花过来。乔总可曾听说我悠悠山庄种了很多花的？虽然从宛城运花过来成本大了，不过为了乔总，成本再大我也愿意。乔总，我用花拼成的那一行字是我的真心，我是真的想追求乔总你。谢谢战总的厚爱，我也说得很清楚，我不喜欢同性的，还请战总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。我知道乔总不喜欢同性的，但我喜欢乔总。乔总现在不能接受我没事，时间长了，知道我这个人的优秀，了解我这个人后，相信乔总会接受我的。我知道乔总现在有个饭局，客户也在等着乔总了，我也不想耽误乔总谈生意，还请乔总收下这束花。只要乔总收下了这束花，我马上就走。乔寒狠狠地瞪着战浩宇，战浩宇却不怕他的瞪视，依旧笑容满脸。下一刻，乔寒用力地抢过了那束花，然后当着战浩宇的面把花束扔在地上踩了过去。花束我收下了，战总可以走了。够味儿，有点兴趣了。战总，我哥是真的不喜欢同性，战总若是真喜欢我乔家的男人，可以考虑考虑我，我很乐意陪着战总演戏的，不过是演戏，你找谁陪着你演不是演。话说战总演戏演得入木三分，我都辨不清战总是在演戏还是真的追求我哥。我是真的在追求你哥。乔二少爷虽然也很帅，但你和你哥比差了点味道，你哥酷酷的，我就喜欢他那种酷酷的味道。乔二少爷，我对你哥是来真的。来真的？难道战浩宇真是个弯的？乔寒进了酒店后，马上就打电话给战印。乔总，有何赐教？打扰一下战少，赐教不敢，有件事想请战少处理一下。乔总请说，我能处理的事情都会处理的。战浩宇公开说要追求我，纠缠于我，但我是个男人，我想战少也不乐意看着你弟弟变成个同性恋吧。这件事战少可得好好的管一管。什么？浩宇公开说要追求你，他是否有行动了，还是嘴上说说的？他今天对我展开了追求，给我送花，还在我公司门口用很多的玫瑰花拼了一行字，引来无数人的围观。现在江城的人估计都在讨论我和他的关系。战少，据我所知，战浩宇在宛城的时候还是个正常的男人，没有听说过他有同性恋的倾向。趁现在他刚有这个念头，战少要赶紧把他扭正，不能让他这样下去。主要是我不会回应他的追求及感情的，那是注定没有结果的。他这样做只会是浪费他的时间，感情上受到伤害的人也是他。乔总，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我或许能帮你解决。这件事，我想我帮不到你。感情是私事，我就算是浩宇的大哥，也无法左右他的感情。他若是真心喜欢乔总，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。战少，战浩宇这是有同性恋的倾向，你也不管？怎么管？感情的事管不来的。浩宇喜欢女人或者男人都无所谓，我们只要他开心，他开心就好。战浩宇的爸妈也不管吗？我几位叔叔婶婶都是很开明的，从不管小辈的感情之事，也就是我奶奶会管一管。我听说老夫人给浩宇挑好了妻子人选的，战浩宇现在追求我，老夫人总不能不管吧？战少，
我严重怀疑战浩宇其实是不喜欢老夫人给他挑的妻子人选，才会拿我当挡箭牌的，制造同性恋的话题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这是浩宇的私事。虽说我是他们的大哥，不过堂弟们的感情之事，只要他们不向我求助，我都不会管的。我叔婶他们当父母的都不管呢，我不过是他们的堂哥而已，管不了那么多。不过浩宇这样打扰了乔总，不给乔总适应的机会，直接就对乔总展开追求，是唐突乔总了。我替浩宇向乔总道歉，对不起。这与战少无关，打扰战少了。结束了通话，战印就打电话给战浩宇。大哥，你小子动作还真是快，昨晚才打电话求助，今天就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追求，把人家乔涵都吓懵了。二哥和大嫂都是这样建议我做的，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。奶奶给我的时间也不长了，还有几个月，我动作不猛烈一点，今年过年就要被奶奶扫地出门了。大哥，不得不说这个办法挺好用的。乔涵那张严肃的脸，因为我送他的花都变了，就看不得他比我还像个男人，比我更像男人就算了，比我还帅，我就要撕下他的伪装。你是真想追求他，以后娶她为妻，还是觉得他的男装打扮比你帅，不服输才去追求他？当然是为了娶她为妻。刚刚乔总给我打电话了，他打电话给大哥做什么？告我状吗？让我管你呗，说你有同性恋的倾向，让我赶紧把你拉回正轨，还说你追求他没用的，他不喜欢同性，你这样子下去，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，还说你可能是利用他来制造同性恋的话题，以此来逃避奶奶对你的催婚。大哥，我知道乔轩也是这样问我的，问我是不是为了制造个话题来逃避催婚，还叫我若是演戏的话，他可以陪着我演戏，让我不要打扰他哥。大哥，我本来还觉得乔涵无趣的很，天天就只知道上班，只知道打理生意，又是男人的样子，表情经常都是严肃的，我看着他都没有心动的感觉，所以迟迟不想行动，实在是面对着他的男人装扮激不出我的爱意啊。现在对他展开追求了，他的反应让我觉得有趣极了，我就缠着他，逗着他，他的反应是真的好玩。你别玩得太过火，适当的时候就要跟他说清楚，玩过火了，追妻火葬场。别怪大哥没有提醒你啊，当初我和你大嫂的事，你们几个都说汲取教训，以后追妻绝对不会隐瞒欺骗的。现在是他隐瞒欺骗我呢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适当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清楚。没事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要去管城酒店和客户谈生意了。段氏集团，段芊芊叫的外卖很长时间都没有送到，这让段芊芊心情恶劣至极。在她正想打电话催的时候，敲门声响起了。进来。她猜到是外卖到了，便停止了打电话。她看到了战印的身影，愣愣地看着送外卖的提着袋子进来。段小姐，对不起，路上有点堵，我来的晚了点，还望段小姐不要生气，千万不要给我差评呀。段小姐，段小姐。段芊芊回过神来，段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打差评的。现在下班高峰期，路上是会堵车的，你骑车也要慢一点，不要横冲直撞的，晚一点都没事的。对了，先生贵姓？外卖员看着他，支支吾吾的，不是很想告诉他。我看先生的身形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，想和先生合作办些事的，我也会给先生很高的报酬，先生不用担心我是骗你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先生回去考虑考虑，若是愿意与我合作办些事，再电话联系我，我等着先生的来电，我给先生的报酬强过你送5年的外卖。段小姐想与我合作办什么事？杀人放火犯法的事我可不干，我还没有娶老婆呢。先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干杀人放火犯法的事，只是需要先生配合我拍些视频或者相片而已。先生回去后好好考虑吧，考虑清楚了再联系我。哦，好的，段小姐记得给我5星好评哦。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在段小姐面前露了脸，段小姐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说想和我合作办些事，让我考虑清楚了再联系她。过几天你再联系段小姐，告诉她你答应和她合作。现在不能答应她吗？段芊芊肯定还要调查你的底细的，给她几天时间调查一番，那样她才能真正放心的和你合作的。哦，行，我听你们的安排。那报酬？等会儿就转给你，好好的配合着段小姐拍照，相信她给你的报酬会更可观。若是你能拿下她，那就更好了，这辈子都可以吃香喝辣的了。段小姐眼界那么高，我可不敢小想她。段小姐没有恋爱经验，你只要好好的哄哄她，对她千依百顺的，就凭着你和那个男人相似的身形，她总会沉沦的。记着要保持好你的身形呀，这才是你走向成功的秘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